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林若雪，你这样的老师根本不配待在我们学校。今天你必须主动写辞职报告。赵建华校长指着林若雪的鼻子，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。林若雪紧握双手，眼中含着委屈的泪水，却依然挺直腰板。校长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凭什么要我辞职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是个没有背景的穷老师？赵建华冷笑道：你以为自己是谁？在这所私立学校里，没有实力就是原罪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个身材挺拔的男人走了进来，神情严肃。赵建华转过头，当他看清来人的面容时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，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一般愣在原地，双腿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。这怎么可能？赵建华的声音颤抖着，额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林老师，您的课真的讲得太好了，我家孩子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语文课。家长李女士握着林若雪的手，眼中满含感激。林若雪温和地笑着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看到孩子们进步，我也很开心。然而，这样的称赞并没有让林若雪在学校的处境变得更好，相反，随着她的教学成果越来越突出，校长赵建华对她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。林若雪任教的是一所私立学校，学费高昂，大多数家长都是非富即贵。这所学校以其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显赫的学生家庭背景而闻名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老师的出身背景往往比教学能力更重要。赵建华校长今年52岁，表面上斯文儒雅，实际上却是个典型的势利眼。他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，对有钱有势的家长卑躬屈膝，对没有背景的老师则颐指气使。林若雪来自普通家庭，父母都是工人，她能够进入这所私立学校任教，完全是凭借自己优秀的教学能力和扎实的专业功底。然而，在赵建华眼中，这样的老师就是最容易欺负的对象。起初，矛盾只是一些小摩擦，赵建华总是在课程安排上刁难林若雪，把她的课排在最不受欢迎的时间段，或者突然临时调换她的课程安排。林老师，您明天的课改到第8节，有问题吗？教务主任陈美玲拿着课程表走到林若雪面前。第8节，那是最后一节课，孩子们都累了，教学效果会很差的。林若雪皱着眉头，没办法，校长的安排。陈美玲耸耸肩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这样的事情开始频繁发生。林若雪提出的教学方法改革建议总是被驳回，即使这些建议明显能够提高教学质量，她申请的教学资源也总是被各种理由拒绝，而其他老师的同样申请却很容易通过。更让林若雪感到困惑的是，她的教学成绩明明在全校名列前茅，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也很高，但每次评优评先的时候，他的名字总是被不小心遗漏。怎么可能呢？林老师的成绩这么好，怎么没有入选优秀教师？一位年轻老师私下里疑惑地问道：你还不明白吗？另一位老师压低声音说道：在这个学校，光有成绩是不够的，还要看背景。林若雪听到这些话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她知道同事们说的是事实，但她不愿意因此而妥协。她相信，只要自己足够努力，总有一天会得到应有的认可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赵建华对林若雪的刁难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和恶劣。这学期开始，林若雪被从原来的重点班调到了最差的班级，理由是需要优秀老师去帮助后进学生，但明眼人都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。林老师，您的新班级在3楼最角落的教室。陈美玲把钥匙递给林若雪，设备可能有些老旧，您多担待。林若雪接过钥匙，来到新教室，映入眼帘的是破旧的桌椅、老化的黑板，以及根本无法正常使用的多媒体设备。这与他之前任教的重点班教室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老师，这个投影仪怎么打不开？学生们好奇地问道。没关系，我们用传统的方式上课。林若雪强忍着心中的委屈，微笑着对学生们说道。她多次向学校申请更换教学设备，但总是被各种理由推脱。有时候是预算不够，有时候是设备正在维修，有时候干脆就是暂时没有库存。与此同时，其他老师的教室却在不断更新设备。林若雪眼睁睁看着隔壁班级安装了最新的智能黑板，而自己班级的黑板连擦都擦不干净。更过分的是，赵建华开始故意放大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有一次，一位家长打电话投诉说孩子的作业负担太重，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沟通，但赵建华却把这件事在全校教师大会上提出来，暗示林若雪不会合理安排作业。我们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，不能一味地增加作业量。赵建华在台上义正辞严地说道，某些老师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教学方法。台下的老师们都知道他指的是谁。林若雪坐在角落里，感受到无数道目光投向自己，脸颊因为羞愤而泛红。办公室的座位安排也被重新调整了。林若雪的办公桌被调到了最角落的位置，旁边就是嘈杂的打印机和饮水机，每天都有人在她旁边走来走去，根本无法安心备课。林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需要用一下打印机。林老师，借过一下，我要接水。类似的话，林若雪每天要听无数遍，她只能默默忍受，因为她知道这都是故意安排的。最让林若雪感到寒心的是，平时关系不错的同事们也开始疏远她。在教师办公室里，大家谈笑风生，但一看到林若雪走进来，就会不自然地停止交谈。你们继续聊，不用管我。林若雪试图缓解尴尬的气氛。没什么，就是随便聊聊。同事们敷衍地回答，然后很快就散开了。午餐时间，林若雪往往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用餐。以前会主动邀请她一起吃饭的同事们，现在都选择性地忽略她。教务主任陈美玲是赵建华的得力助手，也是推波助澜的主要人物。她比赵建华更加直接，经常在各种场合明里暗里地挤兑林若雪。林老师，您班级的成绩怎么又下降了？陈美玲拿着成绩单，故意大声问道。陈主任，这次考试难度增加了，而且我们班本来基础就比较薄弱。林若雪耐心地解释，别的老师的班级怎么没有下降？还是方法有问题吧？陈美玲打断了他的话。校长很关心这个问题，希望您能够认真反思。其他老师听到这样的对话，都选择明哲保身，装作没有听见。大家都明白，在这个学校里，得罪了校长就等于断了自己的后路，谁也不愿意为了林若雪而冒险。若雪，你也别太在意，只有一位快要退休的老教师偶尔会安慰她，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。
但林若雪知道，如果她不主动改变什么，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。她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，希望用无可挑剔的成绩来证明自己。每天晚上，林若雪都会在家里加班备课，设计更有趣的教学方案，寻找更有效的教学方法。她的学生们虽然基础薄弱，但在她的悉心教导下，成绩正在稳步提升。妈妈，林老师真的很好，他会留下来单独给我们补课。班里的一个学生回家后对妈妈说道。这些话传到一些家长耳中，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位被校长不看好的老师。渐渐的，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认可林若雪的教学能力。然而，这种认可反而让赵建华更加不安。他担心林若雪的威望会超越自己的权威，于是决定进一步打压她。回到家中，林若雪总是努力掩饰自己的疲惫和委屈。她不愿意让丈夫方志强为自己的工作烦恼。今天怎么样？工作还顺利吗？方志强温柔地为妻子倒了一杯温水。还好，就是有点累。林若雪接过水杯，强颜欢笑道：“方志强是一个体贴入微的丈夫，他总是在林若雪需要的时候出现，给她最温暖的拥抱和最贴心的关怀。要不要我去接你下班？我最近工作不是很忙。”方志强提议道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。”林若雪摇摇头：“你的工作也很重要，不要因为我耽误了。”方志强从来不在妻子面前提及自己的具体工作内容，只是说在一家公司做管理。林若雪也从来没有怀疑过，她觉得丈夫的低调和务实正是她爱他的原因之一。周末的时候，夫妻俩会一起去菜市场买菜，一起在家做饭，一起看电视。这些平凡的时光对林若雪来说是最珍贵的，他们让她能够暂时忘记工作中的不快。志强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当老师？有一次，林若雪忍不住向丈夫倾诉：“怎么会呢？你是我见过最好的老师。”方志强认真地看着妻子：“那些孩子们有你这样的老师，是他们的幸运。可是校长总是……”林若雪欲言又止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相信我的妻子。方志强轻抚着林若雪的头发：“只要你自己觉得做得对，就坚持下去。”这样的话语给了林若雪继续坚持的勇气。你老公看起来人挺好的，有同事这样评价过。是啊，他很好。林若雪自豪地回答。夫妻俩的感情非常好。即使在林若雪工作不顺的这段时间里，他们的关系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方志强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撑着这个家庭，让林若雪能够有一个温暖的港湾。林老师，明天的家长会，你需要准备一份详细的教学汇报。陈美玲走到林若雪面前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幸灾乐祸。家长会？林若雪愣了一下，我怎么没有收到通知？刚刚决定的。校长说要展示各班的教学成果。陈美玲冷笑道：“时间有点紧，你应该能应付吧？”林若雪看了看时间，距离家长会只有不到18个小时，而其他班的老师显然早就知道这个消息，因为他看到他们已经在准备相关材料了。第二天的家长会上，林若雪匆忙准备的汇报显然没有其他老师那么完善。赵建华校长抓住这个机会，当着所有家长的面开始批评他。林老师的汇报准备的不够充分，这反映了什么问题？赵建华站在台上，语气严厉，反映了责任心不够，对学生不够重视。台下的家长们开始窃窃私语。林若雪感到无数道质疑的目光投向自己。校长，我可以解释。
林若雪试图为自己辩护，解释什么？难道你要说是我们通知的太晚？赵建华打断了他的话。一个合格的老师应该时刻准备着，而不是找借口。家长们的议论声越来越大，有人开始质疑林若雪的教学能力。这样的老师真的能教好我们的孩子吗？我觉得应该换个老师。林若雪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，她的眼中含着泪水，但依然努力保持着最后的尊严。各位家长，我承认今天的汇报确实有不足之处，但这不代表我对教学工作的态度。我可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。赵建华冷笑道：“林老师，我觉得你已经不适合继续在我们学校工作了。为了孩子们的未来，我建议你主动辞职。”全场一片哗然。林若雪感到天旋地转。他怎么也没想到校长会在家长会上直接提出这样的要求。我不会辞职的，林若雪愤怒地说道。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凭什么要我辞职？凭什么？赵建华的声音越来越大。就凭你是个没有背景的穷老师，就凭你配不上我们学校的地位。就在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刻，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。一个身材挺拔的男人走了进来，神情严肃，正是林若雪的丈夫方志强。赵建华转过头去，当他看清来人的面容时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额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，整个人愣在了原地，双腿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方志强的声音平静而威严，目光扫视着在场的所有人。林若雪看到丈夫的出现，既意外又感动。她没想到方志强会在这个时候出现，更没想到他的出现会让校长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。方先生，赵建华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但声音颤抖得厉害。您怎么来了？在场的家长们开始窃窃私语，有些人似乎认出了方志强，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方家的公子是方德贵的儿子吗？方志强没有立即回应那些议论，而是走到林若雪身边，轻抚着她的肩膀。若雪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志强，校长说我不适合在这所学校工作，要我主动辞职。林若雪的声音中带着委屈和愤怒。方志强的目光转向赵建华，眼中闪过一丝寒意。赵校长，我想听听你的解释。赵建华的脸色更加苍白了，他知道自己惹上了大麻烦。在这所私立学校里，方德贵是最大的校董，而眼前这个人正是方德贵的独子方志强。方先生，这里面可能有些误会。赵建华结结巴巴地说道。误会？方志强的声音变得更加冷淡。我刚才听到的那些话也是误会吗？此时，一些消息灵通的家长已经确认了方志强的身份，他们开始用敬畏的目光看着这个平时低调的男人。在他们眼中，方志强不再是林老师的普通丈夫，而是这所学校真正的主人之一。原来林老师是方家的媳妇，难怪校长会这么紧张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林若雪听着这些议论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她开始明白为什么校长会如此恐惧，也开始理解丈夫为什么一直对自己的工作保持低调。赵建华的恐惧源于他对方家权势的深刻了解。在这所私立学校里，方德贵不仅是最大的校董，更是学校最重要的资助者。可以说，没有方家的支持，这所学校根本无法维持现在的规模和声誉。而赵建华能够担任校长职位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在方德贵面前表现出的恭敬和忠诚。
平时，每当方德贵来学校视察时，赵建华都会卑躬屈膝的陪同，生怕有任何怠慢。方董，您看这个教学楼的装修还满意吗？方董，这学期我们的升学率又创新高了。方董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您尽管提出来。这样的场景赵建华经历过无数次，他清楚地知道得罪方家意味着什么，不仅仅是失去这份高薪工作，更可能在整个教育圈都无法立足。现在，当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欺负的林若雪竟然是方家的儿媳妇时，恐惧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他能想象到，如果这件事传到方德贵耳中，自己的职业生涯将彻底结束。方先生，我真的不知道林老师是您的夫人。赵建华的声音颤抖着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绝对不会。不会什么？方志强打断了他的话，不会欺负他。那意思是说，欺负其他没有背景的老师就是对的。这句话让赵建华无言以对，他的势利眼本性被完全暴露在众人面前，再也无法掩饰。教务主任陈美玲此时也吓得不敢说话，她平时紧跟赵建华，对林若雪也多有刁难，现在她才明白自己得罪的是什么样的人。在场的其他老师和家长们的态度也开始发生180度的转变。那些平时对林若雪冷眼相待的同事，现在都在想着如何修复关系；那些对林若雪教学能力提出质疑的家长，现在都在重新审视这位老师的价值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林老师的教学这么用心。我就说嘛，林老师肯定不简单，以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这些话语让林若雪感到既讽刺又悲哀。她想要的从来不是因为丈夫的身份而得到的尊重，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的认可。方志强看着妻子复杂的表情，知道她内心的矛盾。他轻声对林若雪说：“若雪，我们先回家，有些话我需要跟你好好谈谈。”然后他转向赵建华：“至于这件事，我会跟我父亲详细汇报的。”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让赵建华彻底绝望了。他知道，一旦方德贵知道了这件事的始末，自己的校长职位肯定保不住了。方先生，求您给我一次机会。赵建华几乎要跪下来了。我愿意向林老师道歉，愿意做任何补偿。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方志强冷冷地看着他。你刁难我妻子的时候，有想过她的感受吗？家长会就这样不欢而散，所有人都带着震惊和好奇离开了。这件事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学校，甚至整个教育圈。回到家中，林若雪和方志强面对面坐着，气氛有些沉重。志强，你为什么要隐瞒你的身份？林若雪首先开口问道。方志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若雪，我隐瞒身份，是希望你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在职场上立足，而不是依靠我的家庭背景。可是你知道我在学校受了多少委屈吗？”林若雪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。你知道我有多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吗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方志强走过去抱住妻子。我一直在关注着你的情况，也多次想要出面帮你，但我担心这样做会让你失去自信。你觉得我需要的是什么？林若雪在丈夫的怀抱中哭泣着。我需要的是支持和理解，而不是孤军奋战。方志强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么天真。他以为给妻子一个独立奋斗的环境是对他好，却没有考虑到他承受的压力和痛苦。对不起，若雪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方志强真诚地道歉，
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些了。经过这次深度的沟通，夫妻俩对彼此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林若雪明白了丈夫的良苦用心，虽然方法有些欠妥，但出发点是好的。方志强也明白了，真正的支持不是让妻子独自面对困难，而是在他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。第二天，整个学校都因为昨天的事件而沸腾。赵建华校长一夜未眠，他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很可能就此结束。果然，上午10点，方德贵亲自来到了学校。这位威严的老人听完儿子的汇报后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赵建华，你让我很失望。方德贵的声音充满了威严。我把学校交给你管理，不是让你搞这些勾心斗角的。方董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赵建华跪在地上，声泪俱下，但方德贵已经下定了决心。当天下午，学校就宣布了赵建华因个人原因辞去校长职务的消息。教务主任陈美玲也被调离了现在的岗位。新任校长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教育工作者，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恢复林若雪的正常工作环境，并公开表扬她的教学成果。林老师，学校之前的一些做法确实不当，我代表新的领导班子向您道歉。新校长诚恳地说道：谢谢您，但我希望这样的待遇不是因为我丈夫的身份。林若雪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当然不是，您的教学能力有目共睹，这是您应得的。新校长认真地回答。从此以后，林若雪在学校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，同事们重新对她表现出了友善，家长们也开始真正认可她的教学能力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坦诚和深厚。方志强不再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，但也不会因此而张扬。他学会了在适当的时候给妻子支持，同时也给她足够的空间来展现自己的能力。志强，谢谢你。某个周末的晚上，林若雪依偎在丈夫怀里说道：谢我什么？方志强轻抚着妻子的头发，谢谢你让我明白，真正的强大不是独自承受一切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，什么时候该寻求帮助。我们是夫妻，本来就应该互相支持。方志强温柔地说道。几个月后，林若雪所带的班级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了全校第1的好成绩。这一次，没有人会质疑这个成绩是因为她的特殊身份，因为所有人都见证了她的努力和付出。那些曾经刁难过她的人，现在都成了过眼云烟。赵建华离开教育圈后，开了一家小店，生意惨淡。陈美玲被调到了一个偏远的分校，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威风。而林若雪和方志强的感情则因为这次风波变得更加深厚，他们学会了更好的沟通，更深的理解对方，也更懂得如何在困难面前携手前行。有时候，林若雪会想起那个在校长办公室里被逼到绝境的自己，再看看现在的生活，她由衷地感到庆幸，不是庆幸自己有一个有背景的丈夫，而是庆幸自己有一个真正爱她、支持她的人生伴侣。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大的权势和背景，而在于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个相伴终生的人。权势可以暂时解决问题，但只有真诚和努力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，林若雪用自己的坚持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师者风范，而方志强也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夫妻之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
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